我们可以从这两个点做两条垂线下来。那么头宽还能用在哪里呢？这里两个乳头之间，两个髂前上棘之间，但这个位置现在还不确定。我们继续往上找啊，我们顺着这个头下来加一个脖子，从头顶到脐孔大概是3个头长。那么这里呢可以暂时判断为脐孔的位置，然后从脐孔这个位置呢，我可以判断这个胸腔下端点的位置，比脐孔稍微的往上一点点。它胸腔呢大概画在这里，然后这里是头的宽度，然后我们再找两个头长，就是两肩峰之间的宽度，然后这是两肩窝之间的宽度，在肩窝和肩峰之间，我们找一个点做垂线下来，这个就是胸腔的宽度。然后面部的长度大概等于胸骨的长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胸腔。锁骨的话呢，也自然而然就画出来了。从平视的这个角度呢，它的这个弯曲的程度会比较小一点。这里是中点，是耻骨联合，在耻骨联合和脐孔之间大概1/2的地方，我们确定为髂前上棘。那么这里就可以确定了，顺着髂前上棘往后画髂骨的形状，以及骶骨后边的形状。向下向里边收，然后得到一个大致的一个骨盆的形状。从髂脊下来呢，大概是膝关节，然后从这里转到耻骨这里，这里是股骨头，这里是股骨颈，然后就得到了大腿骨的一个趋势。颈骨是与地面相垂直的，所以说颈骨呢比较好确定一点。在锁骨的外端是肩峰，肩峰的下边是肱骨头，然后手肘的位置大概与胸腔下端点在一个水平位。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，我们在这个上面去画一个人形，不画细节啊。这里是眼眶，这是肩部斜方肌构成的，这里是肩头。这里画来之后呢，胸大肌的下边缘没有落到上半部分的1/2，这个也没事。胸腔的下半部分就是人体表面的形状，然后在这里接着腰，大转子、耻骨联合还有手腕在一个水平位。那么手臂抬起来一点呢，这个手腕应该再往上一些。这个手大概应该是这样，手抬起来之后，这个位置应该相对变高。好，这是手的一个形状。那这里是腿，腿的形状从大腿呢逐渐往下是逐渐收窄的。脚的内侧踝和外侧踝。按照比例呢，我们大致画出了一个人形，但是很显然，这个人形呢，并不是我们日常能见到的，只能说它每一个比例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区间内。但实际上，我们画人体呢，并不需要这样去比较，会很麻烦，也很费事，也不一定准确。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剪影观察吧？我们如果说能够画出来一个非常准确的剪影形，这个准确的剪影形里面其实就包含了准确的比例关系。那么再往里面去画，这些比例关系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。但是如果我们去默写人体的话，那么这个比例关系就显得比较重要了，因为我们默写呢是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的话，每一部分它们之间的大小关系，你就应该更加的注意，更加的在意。这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